又到了阿曼的阿利亚皇后机场了，准备要坐今天晚上的航班离开了。等于说是在机场睡了一觉，然后还要再飞8个多小时吧，到泰国。然后到了之后就是晚上了，又要睡觉了。终于到泰国了，算是这趟旅程的第4个国家吧。离开中东到达泰国，心情一下子放松了很多。一是因为泰国来过很多次，很熟悉；还有一点是作为旅游业大国，各方面设施和服务都比较全面，也很方便。虽然前一阵被拐骗到电诈园区的新闻让人们开始担心泰国的安全，但从老宋几次的泰国旅行来看，还是很适合游览和放松的一个地方。以往一直没碰到过什么问题，但这次遇到的一个骗局一定要跟大家分享，提醒大家引起注意。老宋在芭提雅的酒店附近走，突然有一对中东样貌的男女上前，用英语跟我说，我们来自迪拜，想要找穆斯林的清真餐厅，你知不知道哪里有？我虽然略有疑虑，觉得泰国中东游客满大街都是，清真餐厅也常见，应该很容易找，但还是拿出手机试图帮忙搜搜看。这时候男的又发话问说，你来自哪里？我说我来自中国，对方就做出超级兴奋的表情说，中国？真的吗？我超喜欢中国，超想去中国。紧接着就要跟我拥抱。要不是老宋去过包括迪拜的阿联酋在内近40个国家，这浮夸的演技就真骗到我了。其实当下10点我已经确信这是骗局，不过倒想看看他究竟有何意图，也就陪他演了一段，说是吗？我也很喜欢迪拜，听说到处都能捡钱，水管里直接流石油。他大笑一声，然后拿出自己的钱包，故意凑得很近给我看，露出很厚一大叠美金，说我这次没带迪拜的钱，你看都只有美金，你有中国的人民币吗？我特别想看，你能给我看看吗？第一，我身上真的没带人民币；第二，我不确定我拿出钱包之后会发生什么，所以我就拒绝了，说我没带人民币，也没什么好看的，你给我看看你的美金吧，我都没见过。他直接忽略了我的后半段，略带失落地说，是吗？真是太遗憾了，我好喜欢中国。我笑笑，心里想说，大哥啊，奥斯卡也欠你一个小金人。然后摆了摆手说，我手机网不好，你们往前走走，有很多餐厅应该能找到，祝你们好运。转过身就走了。离开后我还是有点纳闷这个事儿，上网搜了一下，发现竟然有很多人受骗。看起来骗子应该是在你拿出的钱之后，通过数钱然后私藏，或者是跟你兑换假美金的方式进行行骗，有些人甚至损失了几千块。所以请大家务必引起注意，无事献殷勤必有蹊跷。如此热爱中国的，抖音电视里经常看，但现实中我只能说非常少。7点下飞机，现在已经11点了，过去了4个小时，终于到芭提雅的酒店入住了。今天订的是离他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商场 Terminal 21的这个商场比较近的一个酒店，还行吧，看起来。现在泰国酒店也不便宜啊，也挺贵的。泰国真的就完全到夏天了，昨天还特别冷的，今天就特别热了。到泰国这时差完全没倒过来，昨天感觉睡了一天，然后晚上到酒店之后睡觉，然后怎么就醒不来？今天早上10点多才醒来，其实也睡了挺长时间的，但是按照时差来折算的话，可能才到约旦的6点。
还是忍不住买了猪脚饭，小份的猪脚饭，然后还买了芒果饭、西瓜。这里应该算是芭提雅最有名的一个景点了，叫真理寺。刚打车过来，门票是一个人500泰铢，也就是100人民币。然后它这个好像里面有各种语言的导览，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，然后刚好好像2分钟之后有一个中文的导览吧。终于赶上这个旅游团的末尾了。剩下只是把蓝图细节放大，并雕刻出整体组装在人头纹上。车床，那我们的车床呢，是用那个做珠子的。那珠子在我们博物馆里面呢是从这里做，然后把珠子组装在我们博物馆上。在屋顶最顶端雕刻的是有5位天使。我觉得泰国这个做的确实不错，它那个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语种的导览，而且呢是免费的，所以它这个我觉得确实是从游客的角度考虑来开发景区，这一点确实做得不错。因为你自己来看的话，其实也看不太出来个什么东西，有人讲解的话呢，确实可以稍微了解一下。悲喜舍，让社会得到安宁，这也是在真谛圣域博物馆每个地方都提到的思想。生老病死是世界万物的生存规律之一，或快或慢，每个人都必须要经历。当我们失去了身体里的4大元素，最终也会瓦解并回归大自然。一辈子攒下来的积蓄，失去了也带不走，但是留下的只有我们生前所做的善事。我们中间的舍利子塔反映的是，即使是释迦牟尼佛祖也逃脱。有一个导游介绍一下，确实挺不错的，稍微的能了解一下。但实际上，其实有大概超过一半他说的中文，我其实听不太懂，听不太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。我们的父母和恩人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然后回顾自己，我们所做过什么作为对他们回报。而当我们为人父母时，去完真理寺，然后回酒店睡了一觉，就到下午了。然后这边据说有一个在高处可以俯瞰大海的一个咖啡店。点了杯咖啡，然后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。芭提雅真的就是很适合放松休闲的地方，当然也可以去海边，但是觉得有点太热了，就没去。所以这个旅途的收尾，泰国其实还真挺适合的。否则非洲啊、中东作为旅行地，其实挺硬核的，有时候不能完全放松下来。泰国真的还是很舒服的。坐在这儿特别舒服，吹着风，然后呢看着底下的大海，慢慢的天暗下来，然后就开始回想这几天的旅行。虽然是短短的8天，但是已经第4个国家了。埃塞俄比亚真的是改变了很多我对非洲的刻板印象，城市很有活力，一派欣欣向荣，现代化程度也很高，也碰到很多友好的人，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看。不过当然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，想要轻松的游览，建议可以请一个导游开车带着你走。埃及其实跟想象的差不多，历史的风貌和人文的景观让我非常喜欢，当然问题也很多。旅游业的大发展融合了当地的教育以及经济的现状，就会出现一些不诚实或者贪婪的情况，但主要还是看你的准备工作是否周全，经验是否丰富，心态是否平和。
如果全程紧绷，四处避雷，就毫无体验可言。相反，柔性对应，感受世界的层次和多样，这里是一个旅游资源太丰富的地方了。约旦意外的非常棒，既有异域风情，又有壮观的历史古迹，而且碰到的几乎所有服务人员都很友好礼貌，是人文历史爱好者的天堂。额外加入行程的死海漂浮，应该是一次很多年后回忆起来都会很兴奋的体验。当然，之前有朋友的留言也提到，中东国家对于不喜欢各种肉，尤其是羊肉的人来说，就要牺牲一些美食体验了。最后来到泰国，一句话，太舒服了，各种旅游配套设施非常健全，环境干净整洁，美食众多且价格便宜，重点是对亚洲人来说总能选到合胃口的。作为微笑之国，服务人员也基本都很友好，这也难怪全世界这么多游客来泰国。其实我觉得之前电诈这事儿，泰国也挺冤枉的，也损失了不少形象，包括前面提到的迪拜骗局，也都是外国人搞出来的，最后背锅的倒成了泰国。泰国旅游局也没给我什么钱，不过我还是挺推荐来泰国走走逛逛的。当然，这种红灯区还是要多注意，也别带着孩子来逛。前面看到一家三口带着孩子溜达，也是挺松弛的。到曼谷的话呢，是有2个汽车站，一个呢叫艾卡麦，一个叫莫奇。艾卡麦呢比较靠近市区，然后莫奇是比较靠近那个朗曼机场的，所以艾卡麦的人会非常多。之前看介绍说是1小时一班，现在我估计是人特别多，所以班次很频繁，10分钟就一趟。12点50准时出发了。这个芭提雅市内也是挺堵的。终于到曼谷了，2个小时的时间，到曼谷的东汽车站。今天还算可以吧，2个小时的时间。据说堵的时候可能需要3个小时。下车的汽车站旁边这边有一个 shopping mall 的感觉，然后打算先来吃点东西，趁在泰国的机会多吃点这个 pad thai。然后今天点了一个，它平时比较少见，就是包了一个鸡蛋，多加20，它会包在一个蛋饼里面的。之前没吃过这种，然后把这个 pad thai 包在里面的虾肉的，本身是65，然后加鸡蛋，一共85块。看到了熟悉的牌子，这是曼谷的国家体育场。今天订的酒店就在这一站旁边。今天订的是这个美居的暹罗店，它跟这个伊比斯是同一幢楼。但是它在更高的楼层。美居的暹罗店，美居应该在曼谷有好几家，看起来还可以，挺不错的，因为它楼层比较高，25层。曼谷的街头依旧繁忙热闹。这次2天的泰国之旅没有安排特别的行程，就是在逛街、吃美食、感受泰式按摩的放松中度过的。最后也去建新酒家吃了一顿心心念念的咖喱炒蟹，虽然价格是真的贵。这次的旅途去了4个国家，看到了不同的风景，感受了不同的文化，也经历了不同的体验。旅行的意义也许就在于跨越地域文化的界限，
在体验未知与自我发现中不断丰富生命的色彩。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，也欢迎大家点赞、留言、订阅，让我们下次旅程再见。